陈平安误入妖宅，却碰到一段感人肺腑爱情故事。上集说到，陈平安误入了一座有着数媚女鬼的宅院。陈平安在宅院中和一位武境的古树精打斗了起来，而热心肠的刀客徐远霞和张山峰则是去找数媚女鬼去了。最终，陈平安用2柄飞剑击退了第5境古树精，陈平安还获得了古树精丢弃的一件宝甲。与此同时，道士徐远霞和张山峰那边也打得如火如茶。徐远霞先是轻松打昏了那位第3境的宅院丫鬟，然后就和院子的男主人昌鬼打斗了起来。在打斗的时候，徐远霞发现这昌鬼竟用的是正宗的仙家功法，这让侠肝义胆的徐远霞生出了愤怒，忍不住谩骂：你明明出身仙家正道，好好的大道长生不去争取，为何要自甘堕落，到头来沦为半人半昌鬼，偏袒着女鬼，祸害的此处方圆数百里荒无人烟，你说你该不该死？面对徐远霞的谩骂，昌鬼却是半点不生气，只是有时会出言反驳。两人边打边聊，这昌鬼反而谈吐文雅，不像普通鬼怪那边面目可憎。随着打斗次数加深，徐远霞甚至还发现这个昌鬼是这宝平州一州道统神告宗的正式弟子。一味练气势改正归邪，让徐远霞更加的愤恨，他的出手也越发的不留余力。昌鬼渐渐落入下风，数媚女鬼见夫君不敌，赶紧登场帮忙。在一旁留意的张山峰也加入了战场。最终数媚女鬼被打得受伤不轻，昌鬼见到数媚女鬼受伤，心痛不已，终于发怒，凄然谩骂张山峰和徐远霞两人欺人太甚，为何要与那银慈山神狼狈为奸，如此逼迫他们夫妇？我妻子虽是鬼魅精怪之身，可从无害人之举，100余年来，我除了以自身气血维持捉精生机，不过是以古宅为阵眼，吸纳方圆300里的阴气晦气而已。反而是那银慈山神夺山水气运为自身修为，你们一个自诩为豪侠，一个身为道人，为何不去找他的麻烦，反而来此咄咄逼人？原来毁坏这山水气运的是那所谓的山神，他们夫妇俩反而是在消除这阴晦的山水气息。而这昌鬼本是神告宗有望跻身中5境的年轻俊彦，当初他在宗门修行时，突然收到了一封家书，信中说他青梅竹马且媒妁之言的姑娘重病缠身，已经无力回天，家人要他在山上安心修行，因为哪怕下山也多半赶不及见上女子最后一面。家书末尾，父亲还暗示他，这门婚事绝不会成为他以后在神告宗往上走的阻碍，可他却毅然仗剑下山。可等他回到家乡之时，那名心爱的女子已经死去了，而后他便一意孤行，带着心爱的女子的尸体，以神告宗一门秘术牵引着他的残留魂魄，连夜赶往了这深山老林，试图借此地的阴气帮助他复活。之后的100余年，他更是花光家底，甚至还盗来了一颗至宝木星，以移花接木的邪门秘术将女子的魂魄与木星融合在了一起。这虽然帮他续了命，但是他如今下半身已经不成人形，所以也根本离不开古宅了。而后他们便在这栋古宅之中一起拜了天地，从此相依为命。只有女子的贴身丫鬟对他们不离不弃，从青丝少女变成了如今的白发老妪。不曾想这宅院竟是有如此感人肺腑的一段故事。张山峰和徐远霞都因此停下了攻击，但他们也一时间拿不准这件事的真与假。接着昌鬼男子惨笑着继续说道，他知道那银慈山神觊觎他们古宅已久，如今他修为所剩无几，所以他便违背誓言书写了一封密信寄往了神浩宗，希望宗门能派一位中5境的神仙来震慑那些鬼祟之辈。可是至今宗门仍没有消息传回，但他也知道他已变为了昌鬼，就算宗门来了，也可能会是来清理门户。徐远霞一听就更加迟疑了，这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但是如今没有人能帮他们证明事情的真假，他又不会滥杀无辜，场面顿时陷入了僵局。而在陈平安吓跑了山神后，他早已经悄悄来到了他们对战的周围。陈平安也听到了这宅院主人的肺腑之言，但他也有些拿不准真伪。就在此时，有一群道人冲入了古宅之中，这群人正是神告宗收到书信后派下山而来的。在经过一番交谈过后，陈平安他们终于知道这宅院的主人所言不假。可接着神告宗的道士便要出手除掉变为昌鬼的同门师兄，只因为这次前来的道士是昌鬼在宗门结有恩怨之人。那么面对神告宗的出手，陈平安他们对鬼魅夫妇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齐敬春赠给陈平安的山水应用处有多大呢？上集说到了神告宗道人的及时到来，终于证明了昌鬼和数媚女鬼是一对至情至性之人，同时还知道了昌鬼真实名字叫杨晃。他们的遭遇让陈平安他们3人很是同情，所以陈平安他们自然不会继续对杨晃夫妻出手了。可陈平安他们虽然停手了，但是这神告宗这次派来的人却是与杨晃在宗门中结有旧怨之人，因此他决定公报私仇，杀死杨晃这对鬼夫妻。这些道士的修为虽然都是在下5境，但也不是此时的杨晃可以应对的。这才刚躲过一劫，又迎来了宗门的围杀。杨晃心如死灰，彻底绝望，于是他便准备和妻子坦然赴死。杨晃握住了数媚女鬼的手，轻声道：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数媚女鬼虽然不能说话，但她口中仍是有呜呜呀呀的声音传出，在场的众人也都知道她也是在说那句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这一幕着实让陈平安3人感动至极，尤其是陈平安，他从这一幕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他爹是一个不善言辞的木讷性子，可能一辈子就只对他娘亲说过一句情话，下辈子咱们还能不能继续在一起啊？当时正在缝补衣裳的娴静女子只是笑着反问，
怎么就会不在一起了？原来真正喜欢一个人，好像一辈子是不够的。两人的真情让陈平安暗下决心，就算不是神告宗道人的对手，也要尽量帮助他们争取一线生机。行侠仗义的大然汉子徐远霞也同样坐不住，他第一个走出来仗义直言，结果直接被神告宗道人以清理门户为由对了回去。徐远霞给气的眼珠渗出血丝，恨不得一刀抡起就劈砍过去。但徐远霞行走江湖已久，他深知这种宗门大派的家务事外人胆敢掺和，死了也只会白死。所以徐远霞只得作罢。接着陈平安将捡来的那件宝甲塞给张山峰后就要出手，张山峰却抢先一步搬出龙虎山天师府的名头，想借此压一压神告宗的道人，救下这对鬼夫妻。神告宗众道人虽被天师府的名头给震慑到，但结果张山峰却被说成是假冒的，还被绑了起来。也就在此时，神告宗门内的一位中武境的女修士出现，拦住了要出手的老道人一行人，并且还带来了宗门内部对杨晃的处理意见。神告宗念在杨晃一片痴情，并没有做出什么害人之举，所以只是将他开除了宗门，以后他的一切所作所为皆与神告宗无关。接着女修还让那群道人去把那为祸一方的山神给处理掉。说完后，女修便和那群道人接连离开了。事情圆满结束，杨晃夫妇喜极而泣，并且很真诚地感谢陈平安三人的仗义恩情，还留他们下来吃饭喝酒以表感谢。陈平安他们三人对于这个结果也很是开心，于是一行人便高高兴兴地喝酒畅聊。众人笑声朗朗，古宅再无半点森森阴气，唯有尚未喝酒就醉人的江湖豪气。在此期间，张山峰还向陈平安坦白了他的真实姓名，然后他还要归还陈平安塞给他的那件珍贵宝甲。眼见张山峰不肯收，陈平安就解释说他是武者走的是炼体的道路，不能太过依靠外物，这宝甲对他用处不大，如果不愿意收就300雪花钱卖给他。可张山峰压根就没钱，所以陈平安就说可以赊账。雪花钱也就是仙人用来交易带有灵气的钱币，要知道这件宝甲可是价值3000雪花钱的。张山峰知道陈平安是把他当作朋友，拐着弯想送给他，所以张山峰很是感动，收下了宝甲。然后陈平安就去了厨房帮忙做菜。此时在厨房做菜的正是那位先前被徐远霞打晕了的老嬷嬷丫鬟。在见到自家小姐姑爷安然无事，并且还得知以后那作恶的山神再也不会骚扰他们后，老嬷嬷笑逐颜开，愉悦地为众人准备着下酒菜。陈平安到来厨房后，一边帮忙一边和老嬷嬷聊了许多事。之间老嬷嬷还将陈平安的酒壶给装满了上好的酒，只是这小小的葫芦竟足足装了几大酒坛子才给装满，这让老嬷嬷很是震惊，深感陈平安的不凡。等陈平安将做好的菜送回去的时候，徐远霞有些遗憾，那就是庶妹女鬼被这方腐坏山水侵蚀的面目可憎。杨晃却是摇了摇头，豁然笑道，不仅是相貌，最多再过30年，他们也将会被此地的阴邪之气腐蚀，彻底的沦为恶鬼。所以他们夫妻俩已经约好了，到那时会双双自尽。所以杨晃希望徐远霞他们三人最好在这之前要多来此地，好歹还能有个干净厢房被褥作为歇脚的地方，还能如今夜这般天南地北相谈甚欢。徐远霞和张山峰的境界毕竟都不高，所以他们对于清除一方山水的阴晦气息也没有办法。两人听到这个结果后都有些沉默，陈平安则是在心中有了自己的打算。正在这时，之前那名将自己灌醉了的胆小书生醒了过来，并且他发现和他同住一个房间的好友和住在他旁边屋子的陈平安二人都不见了。书生以为他们都被妖怪给吃掉了，于是一阵哀嚎声响彻宅院。听到声音的陈平安这才反应过来，赶去过去将他给接了过来。当书生看到庶妹女鬼时，也是差点给吓晕了过去，好在有陈平安他们支撑，他才留下来继续喝酒壮胆。这喝酒后，书生也就慢慢和众人熟络了起来。陈平安告诉了他那位好友竟是一位树妖，而这书生也道出了他的名字叫刘高华，是当地胭脂郡太守的儿子。这话一出，徐远霞眼睛一亮。老江湖徐远霞知道那老道人可能不会轻易放过杨晃夫妇，他怕老道人不会除掉山神，还会联络山神贿赂当地官员，帮着山神名正言顺获得皇帝的封赐。这样一来，神告宗也就没了除掉山神的理由。到时杨晃夫妇还是不得安生。于是徐远霞和陈平安他们就决定和刘高华一起回到胭脂郡，告诉他的父亲这里的真相，让他的父亲不要被他人蒙蔽。第二天天亮后，众人便动身前往胭脂郡。临别前，陈平安还告诉老嬷嬷，如果他们有了麻烦的事情，可以寄信给最北边大黎龙泉县披云山一个叫魏伯的人，就说杨晃大哥是他的朋友，陈平安欠了你们好多的酒呢。然后陈平安还给了他们7颗雪花钱。这栋宅子早已经耗尽了杨晃的所有家底，所以陈平安送出的珍贵雪花钱无疑是雪中送炭。在走出了一段距离后，陈平安突然转身望向宅院那边，大声喊道，书上说了，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宅院那边的伥鬼女鬼相识会心一笑。等到达了胭脂郡后，陈平安便让刘高华找来了一幅胭脂郡的堪舆图，然后用齐先生送给他的山水印在古宅的位置按了下去。于是以古宅为中心的方圆数百里山水颠倒，污秽退散，转为清零。那座作恶的山神庙瞬间崩塌，作恶的山神精神粉碎。女鬼宅院那边，杨晃顾不得什么阳光普照，灼烧神魂，迅猛飞掠来到绣楼屋脊之上，凝神望去，四周皆是生机盎然，灵气从四面八方丝丝缕缕汇聚而来。
杨晃满脸震惊和狂喜，数媚女鬼更是直接破开屋顶，任由衣裙下边的丑陋身躯暴露在阳光之下。她深呼吸一口气，100年以来第一次感到心扉清新，呼吸顺畅。男子哽咽起来，猛然惊醒，一下子跪下去，向四方各自磕了3记响头。女鬼跪不下去，便向四方虔诚作揖。杨晃夫妇不知此方天地变化的缘由，唯有丫鬟老嬷嬷发现此事与陈平安有关，因为陈平安在厨房和他聊天时曾透露过些许的天机。当蠢萌的青衣小童陈灵君碰见陆晨这位大佬，又会发生什么趣事呢？上集说到了陈平安一行人来到了胭脂郡，陈平安动用齐先生赠送的山水印，让杨晃夫妇这对有情人摆脱了污秽气息的侵蚀，同时山水印还直接将那作恶的山神也给震得魂飞魄散。不过不知情的陈平安他们还是向当地县令表明了山神的事情，然后陈平安他们3人就在这胭脂郡暂住了下来，就是不知道这胭脂郡有没有一个叫裴南伟的人。而与此同时，被留在落魄山的青衣小童再次遭遇了一位大佬。陆晨想骗走真龙志归不成，于是就来到了落魄山。陆晨既是为了来找崔成的麻烦，也是为了想带走蛇蟒青衣小童。陆晨来的这一天，魏博也恰好在落魄山。在陈平安走后，魏博给陈平安的竹楼后便开辟出了一方小水塘，水塘中正放着陈平安当初从魏博手中得到的那颗金莲种子。魏博时常蹲在池塘边出神，青衣小童不知道水塘中有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只能眼巴巴盯着池塘，想看出个蛛丝马迹。这时陆晨突然出现在了魏博的身边，这落魄山突然出现了一位道袍陌生人。按照青衣小童以前的性格，肯定会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但是青衣小童自来到离珠洞天后，每次踢到的都是铁板，看似是小角色，结果都是能一拳捶死他的大王，所以导致他收敛了许多。青衣小童就害怕这看似年轻的小道士也是一位厉害人物。可接着青衣小童转念一想，他身边有北岳正神魏博，身后的竹楼里面更是还有一位可怕至极的武道大宗师给他撑腰。青衣小童想到此处，突然就不害怕了，憋屈了许久的他立刻又变得神气了起来，完全没有发现魏博已经满头大汗不能动弹。接着青衣小童对着陆晨就是一顿教训，说他不地道，不打声招呼就敢闯进他老爷的落魄山来，还说这竹楼附近有条贼凶的大黑蛇最喜欢吃人，说陆晨能活下来多亏了他劝大黑蛇吃斋。青衣小童训诫完后，还上前跳起来拍了一下陆晨的肩头，陆晨倒也没有立即表明身份，只是笑着感谢青衣小童让他逃过了一劫。这回答更加让青衣小童肯定了这道人并非高手，所以青衣小童再次跳起来拍了一下道人的肩膀，说看在陆晨这么识相的份上，以后如果遇到危险可以报上他落魄山小青龙的名号。这时竹楼的崔成已经发现了这年轻道人就是道家大佬陆晨，所以当他看见青衣小童的这般行为后，崔成也是被逗得哈哈大笑，对着青衣小童伸出大拇指直言，小水蛇，算你有本事，要是你今天能不死，以后够你吹嘘一辈子。青衣小童就算再傻也猜到了自己又踢到铁板了，当即咽了咽口水就想着逃跑。接着陆晨施展神通，落魄山众人每一人身边都出现了一位相同的陆晨，吓得青衣小童立刻闭上了眼睛，假装自己是瞎子想蒙混过去。好在陆晨没有为难青衣小童，反而想送给他一份机缘。陆晨询问青衣小童想不想跟随他去往道家的清明天下，如果青衣小童答应，他将顶替智龟成为世间最后一条真龙，可是却被青衣小童给拒绝了。陆晨随即看了看眼前的池塘和里面的金莲种子，池塘里面的泉水和金莲这2件东西都是他留在这座天下的。随之陆晨给了青衣小童第2次机会，如果青衣小童不答应，他将带走这2件东西，他带走也就代表了陈平安将会失去一桩很大的机缘。青衣小童缓缓摇头，泪眼朦胧，再次拒绝。小蛇芒只是说他不讲义气1-2次，陈平安也不会怪他的。陆晨扶住额头，碰上这么个不开窍的该货也是没辙。叹了叹气的陆晨只好作罢，但他没有收走泉水和金莲，说陈平安就此欠他一份人情，并且还指点了青衣小童以后走江化礁的具体位置，还说走江化礁时让陈平安保驾护航，就算是还了他这份人情。这青衣小童看着陆晨对他如此之好，蠢萌的他就在心中盘算自己是不是陆晨当年睡了一条真龙，他就是陆晨的私生子，所以陆晨才会这般的照顾他。结果青衣小童的这小心思被陆晨给看了出来，陆晨当即回绝了青衣小童，贫道可不是你失散多年的亲爹或者老祖宗。最后还说等他化礁之后还会再来询问他要不要前往清明天下。说完后陆晨就离开了青衣小童，而竹楼中崔成和陆晨的大战也开始了。崔成本可以借此一战成功突破至武神境，但他突破至武神境后必定会为陈平安和孙儿招来麻烦。崔成想着绝对不能置陈平安和崔东山于危险中，所以最终崔成没有递出去最强的一拳，只是和陆晨做了一桩交易。崔成牺牲自己的武道前途，为落魄山赢得了众多利益，也为落魄山的成长赢得了时间。与此同时，陈平安之前乘坐的昆船也发生了大事，因为大黎皇帝被打断了长生桥，已经命不久矣，所以大黎加快了一统保平州的步伐。而大黎铁骑南下还有一块最强绊脚石，那就是身在保平州中部的朱营王朝。这朱营王朝是保平州建修最多的一个强大王朝，恰巧昆船的路线便要从这朱营王朝上方路过。
于是大黎便在昆船上安排了一名带有强大剑意的死士。当昆船到达朱营王朝上面的时候，这名死士便牵引飞剑气息，强大的剑气直接将昆船打落在了朱营王朝地界。大黎成功将这场空难嫁祸给了朱营王朝。昆船坠毁，一时间死伤无数，其中也包括与陈平安交好的婢女秋实。而乘客中那几名有背景之人也就突出了作用，他们背后之人必定会前来找大营王朝的麻烦。到时大营王朝遭受重创，大黎铁骑便可顺势南下。只是可怜了昆船上的众多无辜之人。当武道3境的陈平安对上练气势第5境的马苦玄，两人的实力谁又更胜一筹呢？陈平安、张山峰和徐远霞他们在胭脂郡住下来后，与此同时，那个被陈平安打跑的古树精付出了极大代价，请了几个杀手要除掉陈平安。而不知情的陈平安他们突然听说了城中来了一位老神仙，据说他能够丢纸为美人，并且变出来的美人几乎与大活人无异，因此这引起了徐远霞和张山峰的兴趣。于是他们俩便硬拉着不感兴趣的陈平安前去观看。只是众人不知道的是，随着这位老神仙的到来，一场危机也悄然逼近。不过陈平安也将会在这场危机中获得一份至宝。等陈平安他们到达现场后，陈平安却意外碰见了一个让他很讨厌的人，这个人就是马苦玄。马苦玄自进入真武山后可谓是出尽了风头，短短1年时间连破3境，成为了真武山人尽皆知百年不遇的天才。如今他已经突破至了第5境筑炉境巅峰。他这趟下山本是为了找当初杀掉他奶奶的人寻仇，可没想到现在却意外碰到了陈平安。当初在离珠洞天马苦玄就想除掉陈平安，这两人的再次相逢自然免不了一场大战。陈平安随之就去往了一处僻静的地方，两人寒暄了几句后也是直接开打。这一场战斗既分胜负也决生死。马苦玄在真武山同境界之战打了60余场，都无一败绩，这让他很是自傲。加上陈平安还只是武道3境，所以马苦玄根本没有将陈平安放在眼里。可殊不知陈平安这第3境是10境巅峰武夫崔成训练出来的最强第3境，所以在两人使出最强的招式后，其实是陈平安更胜一筹。但是在战斗期间，马苦玄的师傅突然给陈平安传音，让陈平安全力应对，不用担心分出生死，他会保证两人只分出胜负，不管是谁有生命之危，他都会出手阻止。对于这位兵家修士的话语，陈平安有些信不过，所以陈平安为了减少麻烦，就主动输给了马苦玄。陈平安故意的这一输，自然被马苦玄的师傅看出来了，因此他直接出手帮陈平安除掉了古树精派来的一名刺客，然后他便带着马苦玄离去。离开后的马苦玄就询问他师傅，如果陈平安有机会杀他这位师傅会不会出手杀掉陈平安？马苦玄的师傅只是回答说，他不敢也不想杀他。不敢是因为当初那个破坏了大黎白玉京的高手跟陈平安关系匪浅，不想是因为这位兵家修士对陈平安的印象不错。这位兵家修士其实不想收下马苦玄，只是碍于宗主的吩咐，不得不收下这名弟子。解释完后，这位兵家修士就对马苦玄说，他们这些长辈虽然不能对陈平安出手，但是他马苦玄可以杀陈平安，前提是他能做到。马苦玄听到这话后就有些不屑了，自己怎么就做不到了？就算不拼境界修为，他身上还有许多强大法宝，怎么也不是陈平安那个泥腿子可以比拟的。可马苦玄不知道的是，陈平安得到的法宝比他只多不少，并且只强不弱。就单说剑妈，15境以下嘎嘎乱杀，还有什么可以与之比拟呢？那么剑来的法宝等级的划分又是如何的？其中最底层的物件被称为匠气，只能算是铸造精良的死物，而匠气再往上就是重器，就是江湖人口中的神兵利器。匠气之后的灵气和法器才算是真正的法宝。灵气分先天和后天，先天灵气更为珍惜，是由天地所孕育而出，其中更是有充沛的灵气，让修行之人操控起来事半功倍。而后天灵气则是由一些炼气士所制造出来的，然后灵气之上便是法器，法器蕴含着天地大道的无形规矩，专门用以温养飞剑的养剑壶便是法器，法器之上还有仙兵。10之8九的山上炼气士终其一生都无法亲眼看到一件仙兵。剑仙曹溪就有一把半仙兵飞剑，在半仙兵飞剑的加持下，曹溪几乎在11境剑修中难逢敌手。而仙兵之中又有一种更为传奇，在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后，能孕育出拥有自我意识的神灵。那么有多少人知道陈平安的2把飞剑都是什么品阶的兵器？陈平安碰到的第1位上5境大妖是谁？上集说到了陈平安巧遇了马苦玄，两人进行了第2次对决，不过最终仍是陈平安略胜一筹。而在马苦玄离开后，陈平安就准备回去找张山峰他们，可是在途中他却撞见了一位落魄书生和一位小姐幽会的场面。书生见有外人出现，就想在女子面前逞威风，于是就故意找陈平安的麻烦，结果陈平安也不惯着他，直接将他一巴掌给拍晕了过去。而这位书生便是陈平安碰到的第1位大妖，一位12境巅峰的大妖。这位大妖名叫柳赤诚，他是中土神州野修圣地白帝城主的师弟，只不过当初他负气离开白帝城后，被龙虎山张天师给封印在了这宝平州1000年之久。
直至最近才被这位书生无意间给放了出来。现在他和这位书生共用一具躯体，而这位大妖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嗜好，那就是喜欢穿粉色道袍。所以在没有穿粉色道袍的时候，这具身体基本是书生在主导。同时柳赤诚和青衣小童也非常相似，那就是他们俩几乎次次招惹的都是大人物。再说陈平安将柳赤诚打了之后，回去的他竟然发现柳赤诚身边的女子竟是带他们来胭脂郡的那位书生刘高华的姐姐。因为陈平安他们三人和刘高华的关系不错，这机缘巧合之下，陈平安和柳赤诚来了个不打不相识。之后陈平安又从徐远霞那里了解了这世间法宝的品阶划分，知道后陈平安虽然无法判断自己所携带的东西具体品级，但他知道这些东西绝对差不了，所以陈平安很是开心。陈平安他们足足在胭脂郡待了3天，也没有看见神告宗那个老道人来见县令要找鬼夫妻的麻烦。老道人没等到，倒是把那栋古宅的丫鬟老嬷嬷给等来了。老嬷嬷给众人带来了喜讯，不知道为什么古宅周边的山水气运好似天地翻转，乾坤颠倒，污浊之气全部换成了清灵之气。如今女主人不但永绝后患，不用担心堕为恶鬼，身体肌肤也开始痊愈，男主人也开始温补神魂，境界逐渐攀升，竟然有了一丝破开瓶颈跻身中武境的希望，真是好事连连。如此一来，神告宗的那个道人自然不会去找杨晃他们的麻烦了。虽然徐远霞和张山峰两人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但从今往后女鬼夫妇就能长长久久相伴，让他们很是开心。给众人说完后，老嬷嬷又拉着陈平安去到了一旁，说明了真正的来意。因为陈平安当初在古宅给老嬷嬷透露过天机，所以老嬷嬷知道这一切是陈平安做的。所以在那山神的金身破碎后，昌鬼杨晃亲自偷偷去拿了大半金身碎片，然后让老嬷嬷前来送给陈平安，算是他们主仆3人的一份报恩礼。并且他们还在宅院中为陈平安立起了一座生祠牌位。同时老嬷嬷还告诉陈平安，这2天他们在山中远观这胭脂郡城的气象，发现这郡城中有阴气袅袅升起，城中可能将会有大事发生，所以他们希望陈平安这位恩人早点离开胭脂郡，避免遇到妖物作乱。陈平安答应后便送老嬷嬷离开。临别之际，老嬷嬷对着陈平安笑言，唯愿公子远游顺遂，平平安安。陈平安2柄飞剑躲得过初1，躲不过15的说法是怎么来的？上集说到了陈平安巧遇了上武境大妖柳赤诚，然后又从老嬷嬷口中得知胭脂郡可有妖物作乱，随后陈平安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张山峰和徐远霞2人。结果大然汉子徐远霞却说他早就发现了，只是此次敢公然在城中作乱的妖物实力恐怕很是强大，他就怕陈平安和张山峰知道后要留下来强行出头。这样的事情徐远霞可是亲身经历过的。以前徐远霞一共有4位朋友，就是因为爱管降妖除魔的事情，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这让徐远霞很是后悔，所以他才没有将这件事给说出来。可如今他们都知道了这件棘手的事，3人正谈论该如何决定的时候，刘高华带着姐姐和柳赤诚神色惶惶地找到了他们。刘高华告诉了他们城隍阁那边出了问题，就在今日那城隍的天官塑像突然半个身子都裂开了，并且城中已经开始戒严了，不久就要封城了。外来书生柳赤诚今晚就打算要离开，如果陈平安他们要离开，依靠他郡守之子的身份，最晚明晚也必须要走。而凡人郡城中最高战力基本就属于城中供奉的城隍了。如今妖物还没大张旗鼓的作乱，城隍庙就已经出了问题，可见此次作乱的妖物不仅实力强大，并且计划周密。眼见事态紧急，陈平安他们3人共同决定，就算要离开也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就走，怎么也要为城中百姓做一点事情。于是3人分工明确，由徐远霞和张山峰负责去通知郡守做出应对，陈平安则是独自去城隍那边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胭脂郡供奉的城隍名为沈温，生前就是这采医国的御史大夫，为人刚正不阿，享誉朝野，所以在他去世被封为城隍后的这300年间，香火一直鼎盛。可当陈平安到达城隍阁的时候，里面却已经惨不忍睹，蛇鼠成灾，并且此时城隍阁已经被一个白衣女魔给霸占，里面的城隍爷也被一个大阵给困住了。陈平安进入城隍阁后，与女魔来了个碰面，一场大战自然就不可避免了。陈平安与白衣女魔大战的关键时候，城隍阁又来了一位神秘女子相助。女子虽然一片好心，但是法力低微，反而需要陈平安护着她。打斗中，陈平安趁机打破了阵法，城隍也随之清醒了过来，却不足以脱困。气息微弱的城隍告诉陈平安2人，让他们赶快离开，这次作乱的邪魔人数众多，让他们赶快去找神告宗的人，或者是去观湖书院请君子贤人来帮忙，不然此次祸事还会蔓延至周边6国。其实这一次妖魔胆敢公然作乱，这背后是有大黎王朝的人指点的。大黎就是想让这保平州中部的这几个国家发生战乱，到时候大黎铁骑南下才会更加的畅通无阻。城隍爷自身难保，陈平安知道只能靠自己了，于是陈平安只得动用飞剑来斩杀白衣女魔。接着陈平安便直接在心中默念初1和15，2柄飞剑接连飞出养剑湖。白衣女魔使出最强法宝，虽抵御了初1的攻击，但她打破脑袋也没想到陈平安有2把飞剑，也就自然来不及防御这第2柄飞剑的攻击。
接着白衣女魔便被紧随着初一的15给斩杀，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随着白衣女魔死去，城隍阁中的几座泥塑神像也轰然倒塌。陈平安从中捡到一枚金铁观音和一只青色小木盒，这木盒中装的是龙虎山天师府赐下的一方小天师印，是一件蕴含浩荡天威的极强法器。这件宝物也是这次妖魔入侵的目标所在。解决掉女魔后，陈平安使出全力，终于将此地的大阵禁制打破。城隍爷也随之脱困，可脱困的城隍爷却是第一时间要求陈平安交出小木盒。这木盒毕竟是属于城隍阁的，所以陈平安就将木盒给交了出去。结果刚交出去，城隍竟直接对陈平安二人动手了。原来在大阵的侵蚀下，城隍早已入魔，陈平安再次陷入了困境。由于陈平安刚经历过一场大战，伤势还没恢复的他只得带着法力低微的女子撤退。等撤出城隍阁后，陈平安一番询问，结果这女子竟是他刚认识的书生刘高华的妹妹，女子叫刘高欣。与此同时，郡城中那位仙风道骨的老神仙本寿邀请正在和城中的将领四处布防，而当陈平安破除阵法后，这位老神仙突然眉头紧锁，看向了城隍阁的方向。原来他也竟是布下大阵囚禁城隍的罪魁祸首之一。与此同时，张山峰、徐远霞在郡守府也联络到了城中所有的修仙之人，同时郡守府还飞剑传信给了山上仙门寻求支援。只是在仙门之人还未到达的期间，便需要这些散修来守护城中的百姓了。作乱的妖魔眼见城隍阁大阵被破坏，他们也要直接现身抢夺宝物了。陈平安将从这次大乱中获得2份至宝。更多精彩故事我们下集继续讲解。当陈平安来到真正的新手村，与当地城隍聊起文胜的时候，城隍有多震惊呢？陈平安给宁瑶送剑路过采邑国胭脂郡时碰到妖魔作乱，就连胭脂郡供奉的城隍也被妖魔布置的大阵侵蚀入魔了。陈平安虽破除了阵法，可城隍却没有立即清醒，所以不敌城隍的陈平安只得先退回郡守府疗伤，并且陈平安还告诉了郡守城中的那位老神仙就是幕后凶手之一。众妖魔眼见事情败露，索性也不伪装了，直接在城中作乱。一时间城中百姓死伤无数，为了保护这些无辜百姓，陈平安顾不上伤势，立即和张山峰、徐远霞还有郡守府的散修们一起前去降妖除魔。城中打得火热，此次作乱的几位妖魔首领却是聚在了一起。其中一个叫米老魔的魔头带来一个消息，因为郡守府向附近的山上仙门灵犀派发出了求救的信号，这本还在他们预料之中，也有应对之法。可不凑巧，神告宗一位外出游历的小剑仙听说了这边发生的事情后，也跟随着灵犀派高手一同前来了。保平州一州道统之主神告宗的名头，众妖魔闻之胆寒，所以一听说这个消息，这几位暂时结盟的魔头立即打起了退堂鼓，想要快点撤出这胭脂郡。可众魔头都花了大代价，又不想就这么两手空空的走，于是米老魔就联合了其中的一对夫妇，想要除掉那位扮作仙人的琉璃仙翁魔头，抢夺他的法宝再行离去，这样也不算一无所获。三人成功达成协议，开始追杀琉璃仙翁。由于妖魔发生了内乱，无暇顾及城隍沈温，所以沈温渐渐清醒了过来。而沈温醒后，立即就传音让正在作战的陈平安前往城隍阁。陈平安到达城隍阁后，清醒的沈温已经变成了一位文士的模样。沈温先是感谢陈平安帮他打破了禁制，然后便向陈平安解释了木盒中装的是龙虎山小天师印，这件威力极强的法器对采邑国极其重要，所以就算他入魔后也没有忘记向陈平安收回木盒。如今他虽然恢复了清醒，可他神魂毁于一旦，陈平安也看出这一点了，所以他就询问沈温叫他来是不是要他帮忙把天师印交给采邑国。沈温听到后却是朗声笑道：“圣人教诲，天地神器唯有德者持之。”说完就要把天师印送给陈平安，送完还请求陈平安答应他一件事。沈温请求陈平安以后能出手帮采邑国度过一次劫难，陈平安欣然答应。沈温随之又拿出了一颗鹅卵大小的金色物品交给了陈平安，这乃是一颗文胆，顾名思义，就是读书人一身浩然正气凝结而成的东西。沈温这位城隍爷的地位可能比不上大王朝内的城隍，但是他这颗金色文胆却是不输给这一州内的任何城隍。陈平安得知后深知这颗文胆的重要，他收下后立即对着沈温以读书人晚辈身份鞠躬致礼，沈温却以同辈读书人作揖还礼，然后两人相谈。沈温更是得知陈平安曾受过齐敬春的教诲，而且还拒绝了成为文圣一脉的关门弟子。沈温听后只觉得是天打五雷轰，整个人呆若木鸡，然后又默然大笑，对着陈平安笑言：“好好好，我们读书人的事情别人肯定不明白，这才对，这才对。”沈温就这么大笑着消散于天地间，整个人的身影怦然粉碎。陈平安伤心离去，再次加入除魔的队伍。与此同时，已经出城的柳赤诚因为担心城中那位心仪女子的安全，他不停地激将住在他身体中的上五境大妖。最终这位大妖终于受不了柳赤诚的唠叨，换上了一身粉衣道袍，柳赤诚也成为了大妖柳赤诚。柳赤诚回到了城中，直接找到了那几位正窝里反的妖魔首领，他也不废话，直接大手一挥就将其中的几位灭杀。不过他却是放走了米老魔，然后还收下了米老魔的一个徒弟作为弟子。因为几位魔头的死去，胭脂郡这场无妄之灾也基本到此结束了。而不知情的陈平安众人还在努力消灭城中剩余的妖魔。
就算最后城中完全归于平常，众人也没有放松警惕。在这期间，陈平安还救下了2位小孩。直至第2天清晨，灵犀派和神告宗的小剑仙到达后，这场危机才算真正结束。2位高手风尘仆仆前来帮忙，却扑了空。不过神告宗的小剑仙却是看中了郡守女儿刘高欣的天赋，于是便将她带回了神告宗。而被陈平安救回来的那2位孩童也因祸得福，男孩赵树下和女孩栾栾都脱离了剑籍，跟随了一个绰号渔翁先生的老头。陈平安、张山峰和徐远霞3人也都在这场危机有所收获，事情圆满结束，陈平安他们也就没了继续留在胭脂郡的理由。走之前，陈平安还传授了赵树下撼山拳法，并嘱咐他至少要练习10万遍，这可是陈平安的1/10啊。然后陈平安、张山峰、徐远霞又踏上了新的路程，只不过这一次出发，他们身边还多了一个柳赤诚。因为柳赤诚的同行，陈平安还会因他再次见到齐先生。那么齐先生又为什么会出现呢？陈平安他们离开胭脂郡后，就赶往了疏水国。这疏水国有一座仙人乘船的港口，陈平安和张山峰便是要去这港口乘船南下。徐远霞也会在港口跟他们告别，独自去往保平州东南的青鸾国。柳赤诚则是要去保平州西南地带。途中夜晚的时候，4人就落脚在了一间破败古寺歇息。一般荒山野岭中的破坏寺庙可是妖怪最喜欢出没的地方，所以陈平安他们自然而然就等来了几位姿容美艳的女妖。这群妖怪在这古寺作乱100余年，对付陈平安他们这班人可谓是得心应手，所以陈平安他们几人不知不觉便着了他们的道。张山峰、徐远霞都不能动弹了，柳赤诚又是一副柔弱书生的模样，唯有陈平安一人可以对敌。不过在这期间，有一只善良的小狐狸精想放走他们，结果这小狐狸还被其他妖怪给打伤了。陈平安一人很难保护其他3人。在这关键时刻，疏水国的老剑圣宋雨烧及时出现，斩杀妖魔，救下了陈平安他们。老剑神宋雨烧似乎是对妖物格外的仇视，就连那只善良的小狐狸也要斩杀。就算小狐狸道出了他没有害过人，还从嬷嬷手中救下过2位读书人，老剑神不信仍是不打算放过他，说妖就是妖，死不足惜，还说他斩杀100头妖魅最多只冤枉过1头。结果老剑神的话惹到了柳赤诚体内的大妖，他可也是个妖怪，合着是不是连他也要一起给斩杀掉？所以大妖当即占据了柳赤诚的躯体，就要发怒。与此同时，陈平安背后的降妖剑也自发地颤鸣了起来。柳赤诚就要起身准备除掉宋雨烧的时候，陈平安却率先起身挡在了他的前面，对着宋雨烧开口问道：“前辈，可如果这头狐仙刚好就是那头被冤枉的妖魅，又该如何呢？”宋雨烧却是不以为然，说就算杀错了，他也只是个妖。宋雨烧摆明了是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眼见说服不了宋雨烧，陈平安便扛下了宋雨烧本该斩向小狐狸的那一剑。既然陈平安救下了狐妖，那么这头狐妖将来是作孽还是行善善恶报应，以后就由他来承担这份因果。所以宋雨烧也就没有继续为难小狐狸了。老剑圣宋雨烧接着便要离开古寺，临走之时，宋雨烧突然对着陈平安4人说道：“他是这附近武林门派剑水山庄的老庄主，近期山庄正在选举新的武林盟主，如果陈平安他们感兴趣的话，也可去凑热闹。到时去山庄就说是他宋雨烧新交的朋友。”宋雨烧最后望向陈平安：“今夜你这份把一件好事做得更对更好的耐心，老夫在暮年之前，从少年到中年，其实一直如你这般只多不少。总之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另一边，离珠洞天，陆晨断了崔成登上11进5道之路后，他也就要离开儒家管辖的浩然天下了。陆晨嘱咐弟子谢石要保护好李希胜，还给谢石家族一脉的后辈送了一件七彩宝塔。接着他就直接回到了道家掌管的清明天下，而天君谢石也顺利和大黎王朝达成了协议，他将前往保平州中部观湖书院的附近坐镇，以彻底切断保平州南北双方的联系，让大黎王朝吞并保平州整个北方更加顺利。同时剑仙曹溪也和杨老头达成了一份交易，杨老头以曹溪娘亲的魂魄为条件，让曹溪成为了李怀姐姐李柳的护道人，护道期间还要传授李柳剑术，以及送给李柳一把剑。再说陈平安这边，因为他救下了女妖小狐狸，所以被大妖柳赤诚给盯上了。齐先生也即将再次出现，上武境大妖柳赤诚要对陈平安动手，齐敬春再次现身保护陈平安。因陈平安从老剑圣宋雨烧手中救下了一只小狐妖，使得在一旁观看整个过程的大妖柳赤诚回忆起了往事，于是柳赤诚便对陈平安动了收徒的心思。柳赤诚开口便点破了陈平安所携带的剑来历非凡，陈平安以为柳赤诚是要抢夺他的剑，没想到柳赤诚对剑不太感兴趣，反而是直接爆出了他的身份和来历。中土神州白帝城有座闻名天下的彩云间，便是天下第一魔头白帝城主的杰作，但世人少知白帝城除了彩云间，还有一座琉璃阁。琉璃阁便是出自白帝城主一位魔道大妖师弟的手笔。当年我就如你陈平安今夜要救下这小狐妖这般，一样是为了一头看似无足轻重的小妖魅，跟白帝城主大师兄起了争执。可大师兄要为天下大事，我这个师弟却只是为了小小的清理，最后师兄弟彻底决裂了。于是我一气之下就砸烂了琉璃阁，最后只留下几只琉璃小九斩了。从此我脱离白帝城，云游四方，没了师门的庇护，
最后得罪了龙虎山大天师，被镇压在这宝瓶州1000年之久。在这期间，我那位大师兄从头到尾都只是袖手旁观。这做完了身份的铺垫后，柳赤诚当即表示要收陈平安为最后一个徒弟，入他魔教叫陈平安练剑。陈平安不同意，可柳赤诚这尊大妖看中的徒弟根本不管人家答不答应。眼见柳赤诚态度强硬，陈平安突然说认他当师傅也行，但他得先问过一个人才行。陈平安深呼吸一口气，他知道自己不能拒绝，所以他要赌一次。虽然齐先生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可是说过遇事不决，可问春风。接着只见陈平安抬了抬袖子，少年高高提起的双手之间有缕缕春风欢快萦绕双袖，如一尾尾青色蛟龙在云海游曳。陈平安对着春风轻声问道：齐先生。接着一个温暖醇厚的嗓音在陈平安身旁响起：在的。然后一缕缕春风凝聚成了一位双鬓双白的青山如是，虚无缥缈，面带微笑。柳赤诚心头巨震，这一刻简直就像是1000年之前那场大战，对上了那位一手持仙剑一手托法印的张天师。而陈平安也赌对了，齐先生在去世后还一直都在默默保护着他。而先前柳赤诚与陈平安聊天的时候，柳赤诚已经布置了一个隔绝阵法，所以柳赤诚之前和陈平安聊天时，张山峰和徐远霞并不知情，但是在齐敬春出现后，立即就将这个阵法给破除了。同在小庙的张山峰和徐远霞都发现了齐敬春的出现。张山峰本想跑到陈平安身边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却被徐远霞给留在了原地。看着徐远霞的做法，齐敬春微笑着点头致意。徐远霞连忙抱拳还礼，然后齐敬春也是直接对着柳赤诚报出了身份。可柳赤诚被封印已经1000年之久，根本不知道齐敬春这位后起之秀。齐敬春无奈又说起了他游历时曾见过白帝城城主，期间还聊到过他柳赤诚。结果柳赤诚听到后直接破口大骂，因为柳赤诚深知他大师兄的脾气，就算是文庙里面有金身的老头登门拜访他大师兄，也从未有过出城迎客，最多只是在城头露面而已。所以柳赤诚觉得齐敬春是在吹牛。可接着齐敬春还说，当时白帝城主还曾约他手谈3局，只是他当时临时有事，便先欠下了。没曾想在那之后，他就再没有机会重返白帝城了，实属无奈。齐敬春的话语让柳赤诚的火气更大了。他虽然与大师兄决裂了，可他内心深处对于大师兄始终心怀敬意，是一种很纯粹的仰慕以及崇拜。如今眼前这虚无缥缈的魂魄却再而三地提起他大师兄，所以柳赤诚就想要不要一巴掌将齐敬春给拍散掉。而齐敬春之所以愿意跟柳赤诚说起这些往事，其实是因为他对柳赤诚的观感不错。柳赤诚虽是出身魔道的一尊大妖，但他可不是一位不分青红皂白就痛下杀手之人。从1000年前他在白帝城为那位小妖妹说情就可以肯定，所以齐敬春才会与他说情，没有直接动手。既然柳赤诚不愿意相信他齐敬春说的话，齐敬春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接着他拍了拍陈平安的肩膀，对柳赤诚笑道：陈平安向你拜师一事肯定不行，但是练剑一事如果前辈愿意教，陈平安愿意学，我齐敬春乐见其成。柳赤诚哪肯听从齐敬春的意见，结果齐敬春直接展现实力，将柳赤诚给威慑住。在齐敬春展现实力后，柳赤诚这才有点相信齐敬春的话语。柳赤诚打不过就收不了陈平安这个徒弟，于是他转身便要离开，只是临走前齐敬春还送给了他一句金玉良言。柳赤诚听了后，脸上霎时浮现出惊骇和狂喜。好一个齐敬春，你这等人物，在任何一座天下都是了不得的山巅仙人，我自愧不如。这一次就算我欠陈平安一个人情，以后等到我在中土神州重新扬名，可以让陈平安去白帝城找我。柳赤诚离开古寺之前，大袖一挥，将陈平安救下的那头年幼狐妖也给一起带走了。这再次见到齐先生，陈平安对于没有答应文胜成为其弟子的事情欲言又止，齐敬春却是没有在意，只是说没有认老秀才当先生没有关系，他齐敬春还是会认他做这个小师弟的。陈平安很是高兴，然后陈平安就向齐先生讲述了他这一路所遇到的事情。陈平安滔滔不绝，其中当然还提到了阿良。阿良回到了天幕之后又回来过，随之陈平安就问齐先生是否像阿良一样还会回来的，可齐先生却是摇头回道：送君千万里终有一别，我齐敬春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陈平安失落万分，齐先生就安慰陈平安说，他携带了春风，已经代替他齐敬春行走了一趟江湖，他已经没有遗憾了。最后齐先生说要陪陈平安最后一次练拳，于是陈平安深呼吸一口气，悠然出拳。齐先生在陈平安身侧也一起跟随少年前行出拳。陈平安走完一趟拳庄后，轻轻停下脚步，不再练拳，他没有转头望去，就那么看着远方。陈平安双袖在无春风萦绕，他知道齐先生是真的走了。在齐敬春现身保护陈平安离开后，陈平安、徐远霞、张山峰三人因为不知道疏水国仙家渡口的位置，于是三人一合计，便打算先前往宋玉烧所说的建水山庄，那里正值选取武林盟主的盛会，众多高手相聚，肯定会有人知道这仙家渡口的具体位置。三人来到建水山庄后，凭借宋玉烧的嘱咐，很顺利地就入了山庄。在这建水山庄内有一座声势惊人的瀑布，徐远霞和张山峰由于暂时不想出门走动，陈平安就独自前去观看瀑布。结果陈平安观看瀑布时，被一位女子三番几次挑衅，陈平安本不愿搭理，奈何那女子还说陈平安有娘生没爹教这样的话。
于是陈平安也不惯着他了，直接一拳就将他打入了水潭。女子护卫见此就要为自家小姐出头，好在这时老剑神宋雨烧及时出现，化解了这场争斗。宋雨烧这第二次见陈平安，对他就更加赏识了，因为宋雨烧看出来了陈平安已经是武道3境巅峰了，并且还看出来了刚刚陈平安在出手的时候收力了。如果陈平安没有收力，而是直接将女子打成重伤或者打死，顺势忍来重怒，那么陈平安就会陷入以一敌万的血战场面。这种状态可是武夫破境可遇不可求的机缘，但陈平安并没有这么做。事后宋雨烧还将这件事告诉给了陈平安，问他后不后悔。陈平安笑了笑，并不后悔。宋雨烧看着陈平安回答时清澈的眼神，就对他更加喜欢了。加上宋雨烧的兴致直爽，所以他一下跟陈平安吐露了很多心声。宋雨烧建立山庄的初衷本是为了推崇江湖道义，可现在山庄却是乌烟瘴气，毫无道义可言。所以宋雨烧很不喜欢现在的山庄，更不喜欢现在的自己。而山庄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还得从他的儿子说起。当初宋雨烧的儿子宋高峰娶了一位精怪化为人形的善良女子为妻子，这在当时也算是一桩良缘美谈。可后来宋高峰却遭到了一位因爱成恨女子的报复，导致宋高峰妻子的大道契机被破坏，命不久矣。而报复的那位女子背景惊人，其父亲是边境武将出生的武林盟主，深得皇帝陛下的信赖。宋高峰前去报仇，如何拼死出手都不是那人父亲的对手。回到剑水山庄之后，女子和她父亲也跟着登门道歉。那位武林盟主的老者，作为与宋雨烧辈分相同的江湖执牛耳者，竟然愿意当场自砍一臂，鲜血淋漓地站在山庄门外，说以此为女儿赎罪。宋雨烧哪怕剑术高出那人的武道修为一筹，却也只能作罢，不然整座山庄都将被他拖入深渊。至此，儿子宋高峰对他闭门不见。儿子为了替妻子报仇，竟还转修魔道。在那位拳法宗师金盆洗手辞去盟主的那天，宋高峰潜入府邸，虽成功手刃了敌人，但最终宋高峰也身负重伤，和妻子双双去世。当时宋雨烧就站在门外，尚且年幼的孙子宋凤山就默默守在爹娘床边，没有流泪，一言不发，也是从此爷孙俩之间有了隔阂。而那一刻身在江湖的宋雨烧不但身不由己，还会心不由己，因为他要遵循他内心的江湖规矩。这一场变故之后，宋雨烧心灰意冷，之后宋雨烧便把对儿子的愧疚全都转嫁到了孙儿的身上，放任孙儿做任何的事情，哪怕近年来孙儿娶了魔道之人为妻，并且还勾结了疏水国其他魔头，宋雨烧仍是不愿痛下杀手，只因为当初害他孙儿父母的凶手仍逍遥在外，并且还成为了疏水国一位功勋大将的妻子，成了品质最高的一国诰命夫人。所以他的孙儿不择手段，甚至勾结魔道，就是为了复仇。如今他还大张旗鼓的要推选自己为武林盟主，势必会成为那位女子的心头大患。到时女子联合朝廷，这座剑水山庄也将毁于一旦。所以近年来宋雨烧内心一直都在犹豫，要不要向朝廷出剑。一旦出了剑，是否挑衅皇帝威严，宋雨烧其实根本不在乎，而在于这违背了他宋雨烧的本性，因为他所奉行的江湖规矩和孙子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南辕北辙，这也成为了宋雨烧的心结。要是他现在认可孙儿的所作所为，将会违背他的本心，而遵循本心不帮孙儿，又会失去至亲。不过好在现在遇到了陈平安，他的心结将会由陈平安为他解开。陈平安和宋雨烧也将迎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陈平安不愧是被齐景春看中的文脉小师弟，疏水国之行，他仅用自己的道理便轻松助老剑神宋雨烧解开了20年的心结。陈平安进入剑水山庄后，便开始在山庄的瀑布练拳，老剑神宋雨烧也时常来瀑布指点陈平安。在这期间，陈平安的武道突飞猛进，直至他触摸到了第4境的门槛。看着陈平安进步了，宋雨烧很是高兴，于是他就要请陈平安去喝酒。陈平安当然不会拒绝老庄主的好意，可两人吃得正高兴的时候，宋雨烧却突然对陈平安下了逐客令，因为自己孙儿要当武林盟主，朝廷有人不满，明日的盟主大典，朝廷势必会派人前来围剿山庄，所以宋雨烧就让陈平安他们3人今晚必须要离开。对此，陈平安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他只是继续和老剑神喝酒。两人喝着喝着就聊到了当时在瀑布找陈平安麻烦的那位女子。对于此事，老剑神心中有一些疑惑，就是当时那位女子找陈平安麻烦时，女子的父亲可是站出来为女儿道过歉。一位江湖宗师非但没有仗势凌人，反而愿意为女儿跟陈平安道歉。可他父亲道歉后，宋雨烧看出来了，当时陈平安好像有些不服气，以至于最后还将女子打入了水中。这一点让宋雨烧有些不解。对于这个问题，陈平安想了想，便用了文胜的顺序之说做了回答。对错有先后，当然也分大小，不能拿一个后边的对去掩盖前面的错。简单来说，就是明明是那位女子的错，就算他父亲道歉的再好，他女儿当时的言行还是错的。况且替别人道歉，难道就需要我们一定要接受吗？哪怕退一步来讲，当时接受了他父亲道歉，难道他女儿就没有错了吗？错就是错，今天是如此，明天还是如此。女子错了就是错了，就算别人替她道歉，她还是错了。只有她自己站出来道歉，才算真正的承认错误。听到这个回答，宋雨烧先是愕然，然后茫然，最后满脸恍惚，只觉得自己认定的那座江湖翻天覆地。宋雨烧苦恼20年的心结直接迎刃而解。对于自己儿子的事情，
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错，用他自己的江湖规矩来看，他儿子的死就是一个死局。毕竟对方已经道歉了，还付出了代价。可现在看来是他错了，谋害他儿媳妇的主凶是那位盟主的女儿，可道歉和付出惩罚的却是那位盟主本人。从头到尾，真正的凶手也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醒悟的宋雨钊终于明白，当年他儿子何错之有。即便有错，也是这座狗娘养的江湖有错在先，是那位沙场武将出身的前任武林盟主错了。那场恩怨根本就不是那一条胳膊的事情，是那位盟主的女儿欠了他宋雨钊的儿子和儿媳妇一句对不起。当着陈平安的面，宋雨钊不知不觉已经是泪流满面。接着彻底解开心结的他站起身，对着陈平安洒然一笑：“这顿饭我宋雨钊替我儿子儿媳妇和建水山庄请你了。”宋雨钊付过钱后，顾不上陈平安，直接就跑到了对他心有怨恨的孙儿面前。宋雨钊将他儿子留下的已经是锈迹斑斑的铁剑交给了孙儿，让孙儿子承父业。对此，他孙儿却满是讥讽地告诉宋雨钊：“不好意思，不孝孙儿要告诉爷爷一个噩耗，皇帝陛下亲自下了数道密旨，朝廷大军近万精锐已经在州城外集结完毕，想必明日就会大军压境，剿灭他这位大逆不道的江湖新盟主。到时他不奢望他这位爷爷出手帮忙，只求他别反过来和他对敌。”宋雨钊的孙儿当然知道自己的爷爷疼爱他，但同时他也知道爷爷所遵循的江湖规矩是什么。如今他已经和魔头联合，在他爷爷眼中他已经入了魔道，所以明天的大战他爷爷很说不定还会除魔卫道。面对孙儿20年隐忍只为报仇，已经想明白了的宋雨钊直接一巴掌拍在了孙儿的肩膀，毫不遮掩自己的笑意和欣慰。不愧是宋高峰和柳倩的儿子，爷爷知道这次领军之人正好是那名女子的丈夫大将军楚豪。既然那个心肠歹毒的妇人得寸进尺，正好借此机会，我宋雨钊也有个道理想要跟江湖和朝廷说个明白。这么多年，爷爷也该为你做点什么了。至此，爷孙20年的隔阂终于解开。第二日，建水山庄武林盟主大会如期召开。与此同时，在通往建水山庄的大道之上有千军万马驰骋，而在大军之前，舒水国老剑圣宋雨钊一人一剑挡住了大军的去路。只是老人身后遥遥跟着一位腰间悬挂酒葫芦的卑贱少年，在对着千军万马出拳之前，少年摘下养剑壶，仰头喝了一大口酒，痛快痛快。这个人正是陈平安，这一次他要和老剑神一起对战这千军万马。大离陈平安在此。那一天，舒水国大军压境建水山庄，老剑神宋雨钊为了给儿子儿媳讨回公道，一人一剑阻挡了大军前进的步伐。而陈平安因为不想敬重的老剑神就这么死去，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痛痛快快和宋雨钊一起大战这千军万马，并且争取在危机时刻救下老剑神。为了应对此次九死一生之局，陈平安连夜写了20张方寸符。方寸符能缩地成寸，在关键时刻可以助他逃离战场。毕竟他身上可是肩负着为宁瑶送剑的重任，没有这份逃跑的底气，他也不会就这么白白的来送掉性命。这方寸符的画法还是陈平安从李希圣送给他的那本道书中所学到的。这趟南下之行，陈平安除了练拳和练习阿良教给他的剑气18庭外，对于符箓道书，陈平安也是一直没有停止钻研。加上有李希圣倾囊传授的入门经验，如今陈平安对符箓一道领悟颇深，所以画一些基础的方寸符自然难不倒他。而面对陈平安的出现，宋雨钊有些担忧，他想劝陈平安离开。陈平安不走，宋雨钊放不下心来，于是陈平安拍了拍腰间的酒壶，有飞剑从酒壶飞出。已经走过千山万水的北方少年对老人郑重其事道：“我陈平安来自北方大理龙泉郡怀黄县黎平乡，也在行走江湖。既然是行走江湖，那么生死自负。”接着陈平安还向老剑神说出了他身怀方寸符，宋雨钊这才放心了下来。既然劝不走陈平安，爽朗性子的宋雨钊也不再过多纠结，直接一掠向前，长剑出鞘，剑气萦绕天地间，纵声大笑：“容我先行一步，你为我殿后即可。”大战正式开幕，一方是2人而已，一方是万人大军，当然还不仅是万人大军，其中更是还有舒水国请来的江湖高手。不过宋雨钊和陈平安2人也并非是江湖莽夫，擒贼先擒王这个道理他们自然知晓。最终在2人的默契配合下，陈平安成功活捉了领军的大将军楚豪。没了主心骨的大军只得暂时撤退，陈平安和宋雨钊带着楚豪返回建水山庄。因为陈平安此次出手动用了飞剑，宋雨钊也知道山上剑修最为费钱，所以途中宋雨钊为了答谢就说要给陈平安几百枚灵气小血钱。不过陈平安只说愿意收一小份，毕竟他不收可能会让老剑神觉得亏欠不安心。而陈平安他们返回山庄的时候，观湖书院的圣人崔明皇和弟子周芷也来到了山庄，因为儒家的72座书院本就有责任守护一方的安宁。此次在观湖书院管辖内采一国剑神暴毙，胭脂郡出现魔头作祟，再加上这建水山庄也聚集了不少魔头要作乱，照这样发展，这周边的几国势必会狼烟四起，所以观湖书院就派遣了书院的闲人下山除魔卫道，维护和平。圣人崔明皇只是碰巧路过山庄，崔明皇的出现自然轻松解决了建水山庄的危机。同时崔明皇和弟子周芷都关注到了陈平安，2人离去后，周芷只觉得大开眼界，因为这位闲人周芷自幼就拥有一份古怪神通，他可以看透人的本性，并且在他眼中每个人的本性还会如一幅画卷展现在他眼中。但是当他看见陈平安
时，却看见了不止一幅的画卷。陈平安这少年明明奇思妙想那么多，种种执念根深蒂固，却仍是心思澄澈。周局也是第一次知道天底下竟有这么个奇怪的少年郎。建水山庄的问题解决后，陈平安找到了已经离开山庄的张山峰和徐远霞，就要继续出发。临别前，宋雨烧请了3人喝酒，陈平安在酒桌上一直被老人劝酒。酒足饭饱后，宋雨烧拿出了一个包裹交给了陈平安，包裹里面装的是先前答应给陈平安的小雪钱。只不过已经喝得醉醺醺的陈平安不知道，这个包裹里面装的是建水山庄全部家底将近2000枚小雪钱。宋雨烧是一颗都没给山庄剩下，所以刚刚在酒桌上，老人是故意一直劝陈平安喝酒的。老人只为了少年喝醉后，顾不上包裹中多出的1000余枚小雪钱。老江湖到底是老江湖，少年还是太嫩了。崔成为什么会放弃入武神境的机会？陈平安第2次见到刘灞桥又是什么时候？在解决了建水山庄的问题后，陈平安3人便按照宋雨烧的指示前往了仙家乘船渡口。原本要和陈平安一起南下的张山峰却临时改变了主意，他要和徐远霞一起前往青鸾国参加道家的盛会。3人除魔小天团也就到此分别了。陈平安独自乘坐仙船前往宝平州最南边的老龙城。在船上，陈平安听说了昆船坠毁一事。陈平安想到了春水秋实，这让他很是伤心。渡船中途停歇时，他又遇到有人辱骂正阳山苏驾。苏驾本是宝平州排名前列的天才仙子，可不久前苏驾被正阳山死对头风雷源的黄河给打碎了心境，苏驾也不再是从前那位仙子了。陈平安知道刘灞桥非常喜欢苏驾，所以他不愿听到别人恶意辱骂朋友喜欢的女子。于是陈平安就对那个辱骂之人说了刘灞桥喜欢苏驾的事情。刘灞桥可是宝平州声名远扬的天才剑修，结果那人不信，还非要继续辱骂。于是陈平安就将这件事情用飞剑传讯告诉给了刘灞桥。陈平安不知道刘灞桥看到信后会如何行事，但他只觉得有些事情不去做，心里就会不痛快。而刘灞桥收到信后，直接就跑去将那个辱骂苏驾的人教训了一顿。刘灞桥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不管苏驾变成什么样子，他还是喜欢苏驾。然后他还御剑追上了陈平安乘坐的渡船，刘灞桥还是一副社牛的样子。在和陈平安做了短暂的交谈后，刘灞桥只觉得陈平安这位朋友兄弟是真的给交对了。离开前，刘灞桥告诉陈平安，他在老龙城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让陈平安去了之后先去找他。刘灞桥走后不久，陈平安终于到达了老龙城。而另一边，东宝平州的北方，大黎王朝和大隋王朝要签订100年攻守同盟，届时大黎军队可以直接绕过大隋王朝一路南下，奠定宝平州自古未有的大一统格局由此展开。为此，大黎国师崔禅还亲自前往了大隋王朝。由于大隋把签订契约的位置定在了山崖书院，所以崔禅在这里见到了由他神魂分离出去的崔东山。2个人或者算是同一个人，相见自然而然就聊起了爷爷崔成。崔禅说出了爷爷崔成来到了离珠洞天，并且还说出了崔成与陆沉大战的内幕。陆沉身为道家3掌教，拥有14境修为，可他来到儒家管辖的浩然天下就要遵循文庙制定的规矩，受规矩的影响，陆沉来到浩然天下顶多只有13境修为。崔成是武夫第10境神道境修为，神道境对上炼气士13境还是有一战之力的。可是陆沉在落魄山与崔成交战时却是耍了一点小手段，他直接将崔成带入了一座小洞天，小洞天不在浩然天下之内。如此一来，崔成所面对的就是14境修为的陆沉了。当时崔成若是向陆沉递出了他最强的一拳，那么崔成便可能顺势直接迈入5到11境。可若是崔成迈入了武神境，那些躲在幕后的大佬可容不下宝平州出现一位武神，到时崔成身边亲近之人一个都没有安生日子可过。所以当时崔成在经过一番思量后，放弃了毕生的追求，用他自己的武神境给自己孙儿和陈平安换来了太平岁月。崔成由此断了自己的武夫之路，他再也没有踏入武神境的机会了。因此崔成从此将面临寿命将至的问题。而在这期间，他将默默为陈平安的落魄山付出，打造出更好的局面。陈平安是什么时候入的武道第4境？齐敬春又为什么会出手救下蔡京简？陈平安来到老龙城后，刘灞桥在老龙城的好友孙家树早已等候他多时。孙家树所在的家族在老龙城是仅次于城主福家的豪门大族。因为刘灞桥给孙家树传来了信，让他好好招待陈平安，所以孙家树就直接将陈平安接去了孙家祖宅。途中，陈平安与孙家树相谈时，陈平安还说了他与这老龙城少城主福南华之间的恩怨。在听说了这段恩怨后，孙家树为了家族地位，对陈平安便萌生了一份算计。但陈平安并不知情，接下来他只需要等通往道玄山的渡船出发时，就可以乘船通过道玄山去剑气长城见宁瑶了。不过在这期间，陈平安还需要找到被撵到老龙城的郑大风，因为陈平安当初在离开小镇前，杨老头曾特意为他准备了真气8两符。真气8两符可以助武夫在酣睡时以真气运转自身，淬炼体魄。只要陈平安跻身第4境，那么符箓就会自行解开。如果陈平安入到玄山之前无法破开3境的瓶颈，杨老头就让他在老龙城的灰尘药铺找到郑大风帮他解开。找灰尘药铺的这件事，孙家树也答应了下来。陈平安在孙府等待时，闲着无聊就跑出去练习打拳，结果碰到了一群拿着竹剑劈砍油菜花的智头。
这一幕让陈平安想起了小时候和刘宪阳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所以陈平安很快就和这群志同打成了一片。小孩子们见陈平安背负剑匣，纷纷起哄让陈平安表演剑术。于是陈平安用武夫的劲道扔出怀木剑，然后他身形一掠，踩着怀木剑过河而去。同时陈平安还大笑着对那群孩子说道：“我叫陈平安，是一名剑客。”话音刚落，一身轻松的陈平安直接迈入了武夫第4境。因为陈平安是武道最强第3境，所以在他突破后还吸引了金色蛟龙的天地异象，这本是武道对他3境肯定的馈赠。如果陈平安吸纳金色蛟龙，那么他将获得一场武夫的天人感应，能够帮助他快速的稳固境界。可金色蛟龙出现后，陈平安直接将这份可遇不可求的大机缘给打跑了。不过陈平安这个举动其实正符合崔成的心意，毕竟崔成最不喜欢的就是武夫之路依靠这些外力来提升修为。而在陈平安晋升武道第4境后，孙家树也打听到了灰尘药铺的具体位置。陈平安虽然已经不需要让郑大风帮他解开符箓了，但是还是决定去见一见郑大风。于是孙家树便派了一位金丹境的高手保护陈平安前去。这位高手便是孙家树对陈平安算计的开始。另一边，郑大风被师傅赶到这老龙城后，日子过得很是悠闲。他不仅开了一间药铺，还招了很多漂亮的小姑娘，还收了一位姓范的小徒弟，并且他的徒弟也是老龙城仅次于城主和孙家的豪门大族。郑大风知道陈平安会找他姐夫，但是当陈平安成功升境后，他又收到了杨老头的传信。信中杨老头告诉了他2件事：一是陈平安真气符已经破碎，不用他出手去除了；第2件事是说他的传道人和护道人都在老龙城，要他自己注意。对于第2件事，郑大风百思不得其解，便坐在药铺门槛上发呆。关于师傅和传道人，本就是郑大风的一个心结所在。老头子承认自己是他和师兄李二的师傅，但不是他们俩的传道人，反而让李二的女儿李柳认了他做传道人。至于护道人身份，郑大风就猜测应该是这几年陈平安在武道的上升势头太过惊人，现在都已经由炼体境跻身第4境，所以师傅开始逐渐加大压住。不过郑大风想了想又觉得不对，要是当陈平安的传道人和护道人，师傅肯定会明说，不会如此藏藏掖掖的。再说了，他和陈平安的性格八字不合，让他给陈平安当个1年半载的护道人，捏着鼻子忍忍也就过去了。可要是当他的传道人，那不是要了他的亲命吗？在郑大风不解的同时，老龙城的城主家即将迎来一场盛事，少城主福南华即将迎娶显赫世家云林江氏嫡女，所以福家来了很多祝贺的外宾，其中竟有被陈平安在离珠洞天杀掉的云霞山仙子蔡金简。原来当初离珠洞天承受3000年反扑在即，陈平安如果在那时一旦杀人，就会承受这份因果，到时天道反扑，陈平安也会吃不了兜着走，这将会对陈平安今后极为不利。故而齐敬春便以大神通救下了蔡金简，免去了陈平安这一桩祸事。在齐敬春的循循善诱之下，蔡金简经历了生死后，开始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反省，慢慢的也开始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如此歹毒。蔡金简的心结解开后，完全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并且他内心还渐渐爱上了齐敬春。在齐敬春死讯传到云霞山时，蔡金简虽然表面波澜不惊，但他的内心却是非常难过。看来齐先生除了强大外，颜值也是非一般的存在呀。陈平安其实才是小镇同辈中最聪明的那一个。当陈平安在老龙城见到郑大风后，陈平安直接对郑大风问出了3个问题：当年在小镇是谁告诉了他爹本命词的事情？又是谁害死了他爹？这些事情跟杨老头有没有关系？郑大风也是把能说的直接告诉给了陈平安。对于这件事，杨老头最早肯定是看见了，只是大概觉得没有意义，不值得也就懒得插手。回答完后，郑大风还随口对陈平安说了句：你要是因此怨恨老头子当初没出手阻拦，是你陈平安的事情，我一样不拦着你。郑大风这看似随口的话语，其实对陈平安最为致命。只要陈平安因杨老头没有出手救下他爹娘而生出怨恨，那么郑大风就敢不顾一切直接对陈平安出手来个大结局。要知道杨老头可是他郑大风心中最敬重的师傅，陈平安父母被害早逝的事情一直是他的心结所在，但是现在知道了跟杨老头没有关系，那么他也就怨恨不得杨老头。毕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杨老头当初就一定要出手帮他救下父母，所以陈平安的心也并没有因为此时和杨老头生出间隙。这个答案让郑大风很是满意。当初在小镇的那些孩子当中，且不提各自传承和阵营，郑大风最看好的是杏花巷马苦玄和福禄街赵瑶，以及倪萍巷宋吉星，而他的师兄李二则是最看好本命词碎了的陈平安，以至于郑大风都觉得自己师兄是被猪油蒙了心，他甚至觉得师兄和陈平安都是缺心眼的傻子。可后来陈平安离开离珠洞天后的种种际遇，郑大风终于发现是自己错了。其实师兄李二和陈平安才是绝顶聪明之人，从陈平安问出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是真的懂得韬光隐晦。一个孤苦伶仃的普通少年，竟然能一直将自己父母的仇藏而不露，直至如今逐渐有了实力，他才开始显露心中的这份仇恨，说明陈平安将其中的利害关系看得很是透彻。至于其他的2个问题，郑大风没有回答陈平安，只是让陈平安凭借实力自己去找答案。
不过郑大风随即反问了陈平安一句：“当初在小镇时为什么不向齐静春问出答案？”陈平安则是回答说：“他怕齐先生会失望。齐静春是改变他陈平安一生最重要的人。”所以陈平安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就是让齐先生失望，这其实也表明了陈平安城府很深。他没向杨老头问答案，没向齐静春问答案，都有着他自己缜密的思量，并且还完全思虑到了向这些人提问后的后果。在之后，两人还聊到了当初郑大风拖欠陈平安5文钱的事情，陈平安也猜测到了这其实都是杨老头的意思。不过现在还未到郑大风该偿还的时候，有这么一桩因果，其实郑大风也很是头疼。接着陈平安便和护送他的金丹高手返回了孙家祖宅。而陈平安这一趟出行，因为孙家树的算计，陈平安来到老龙城的消息已经被福南华得知了。孙家树故意派出金丹境高手保护陈平安，金丹境高手太过亮眼，福家自然而然就发现了被保护的陈平安了。孙家树就是要借此陷陈平安于危险之中，然后他再动用家族力量从福家保下陈平安。这样一来，陈平安就会欠他孙家一份天大人情，等以后陈平安辉煌腾达了，孙家就会得到回报。这其中孙家树自然看出了陈平安武道的部分，再者孙家树还可以联合郑大风一起对抗福家，一位8境的巅峰武夫在这老龙城足以独霸一方。孙家树便是想借此打垮福家，一统老龙城，简直是完美的12鸟之计。不过这其中陈平安始终是那位受害者，孙家树为了家族地位陷陈平安于危险之中，刘宪阳的一片好心反而是害了陈平安。不得不说刘宪阳交友不慎了。那么福南华得知了陈平安来到老龙城后，他又会作何举动？一切精彩故事我们下集继续讲解。